原标题：国产航母速度有多快？一张卫星图曝光，西方想得太简单。在海军中，航母无疑是集万千光环于一身的战舰，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要拥有的战舰。不过，像奢侈品，大家都想拥有，但真正能够买得起的人很少一样。航母在众多军舰中，和奢侈品一样，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太过于昂贵，所以即便航母性能非常优秀，战斗力相当强悍，也能够大幅提高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但因为其研制费用高昂，制造难度大，所以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并不多。不过，虽说世界上的航母数量少，甚至没有二战时期的航母多，但航母的性能却得到很大提升，在海战中的威力也越来越大。现在，经过多年努力发展，我国也成为拥有航母国家中的一员。关注军事的朋友都知道，我国现在拥有2艘航母，其中1艘是辽宁舰，1艘是我国的国产航母。提到国产航母，很多朋友都非常兴奋。作为我国自主研制之的第1艘航母，国产航母不仅拥有优良的性能，也创造了建造航母的神速，让世界各国为之震惊。我们都知道，航母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那就是提供舰载机的起降。换句话说，航母的甲板面积越大，能够放下的舰载机数量也就更多，而甲板面积变大，航母的吨位也将会变大。如此一来，航母的航行速度必将会降低，而在海面上航行，航母航行速度的快慢非常关键。当年日本的信浓号航母就是因为航行速度太慢，被美国的潜艇给追上击沉。所以一直以来，航母的吨位和速度都是大家最关注的地方。我国的国产航母满载排水量为6.5万吨，这个数字还是很不错的。那么，我国国产航母的航速为多少呢？针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猜测，没有给出准确的官方数字。现在，我国国产航母的卫星图曝光，通过这张卫星图，国产航母的航速也推算出来。据悉，国产航母的航速能够达到30节。看到这个数字，小编非常开心，因为放眼整个世界，能够达到这个速度的航母并不多。有网友表示，我国的常规动力航母都能够达到如此之快，等到核动力航母问世后，速度必将得到更大提升。看到我国的成绩，西方表示，以前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没有想到中国航母的速度这么快。现在我国的航母技术越来越完善，速度也越来越快，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我国的核动力航母也会问世。美国 CNN 新闻网透露，美军中东战区最高指挥官、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将军在美国的准航母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甲板上查看隐身舰载机 F-35B 时，伊朗的快艇突然加速逼近，可谓是一点面子也没给。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当时沃特尔将军正在甲板上查看舰载机情况，伊朗的快艇已超过40节，约7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向了美军准航母，直到距离埃塞克斯号仅300码（270多米）的地方才停止前进。五角大楼指出，伊朗海军的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很容易造成撞击和误判。美伊关系紧张以来，伊朗一直都坚持十分强硬的态度，无论美军如何施压，伊朗都没有流露出任何妥协的信号。公开报道可知，这已经不是伊朗卡快艇第一次逼近美国的军舰和航母。此前，伊朗的快艇和无人机还曾经逼近了英国的军舰。专家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经营多年，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过去，伊朗还曾经扣留美国军舰，让美军军人下跪，说明伊朗在海峡与美军的对峙中还是有很多的办法。这次伊朗快艇直接逼近了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将军所在的2栖攻击舰，可谓是一点面子也没给。埃塞克斯号2栖攻击舰搭载有世界上第1款隐身舰载机 F-35B， 作战能力十分强大，并且有沃特尔将军助阵，可谓是气势十足。
但伊朗依然没有任何的退缩。五角大楼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伊朗快艇就是冲沃特尔将军来的，估计这就是伊朗的惯性做法。五角大楼指出，伊朗快艇首先挡在了埃塞克斯号的前方航线上，然后迎头高速直冲而来，显然是周密计划，并且经过系统性训练的。五角大楼认为，伊朗这种危险做法并非偶发，而是伊朗长期经营的结果。美国兰德智库最近发布报告指出，在波斯湾相关海域，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每个月至少有2次使用快艇逼近美军军舰。从2016年1月至今，至少发生了50多次非专业性的不安全逼近事件。事实上，伊朗军方也多次向外界释放强硬信号。伊朗革命卫队司令曾经警告美国，如果美国执意封锁伊朗石油，那么伊朗将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拥有足够多的手段完成这个任务。F-35B 战机已经完成投入使用的工作，这次来到海峡显然是威慑伊朗。伊朗直接用快艇加速逼近，并且没有给沃特尔一点面子，直接亮明了强硬的态度。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军事和防务论坛之一，可看的点自然很多。比如，论坛首次被冠以北京2字，有6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是历届规格最高。再比如，朝鲜人民武力省副相金亨龙参会并发表了近2000字的演讲，受到了媒体广泛的关注。塞尔维亚防长怒斥西方国家，那些导致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自己没有接受难民，却要求我们接受难民，这是不公平的。同样引得一片叫好声。不过，虽然本次香山论坛的气氛总体比较友好，但或明或暗，南海问题依然是一个焦点。特别是一些外方代表公开或私下认为，南海局势的紧张是因为中国岛礁建设和军事部署造成的。对此，在前天论坛正式开幕之前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大家熟悉的导书，北京大学海洋战略中心执行主任胡波就怒怼回去，中美在南海议题上的分歧是需要通过协商解决。不过，如果以后中美能有高端战略对话，我希望双方都能保持真正的坦诚，不要总搞一些 fake news， 比如什么中国要控制南海这样的鬼话。不可否认，今年以来，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交锋，无论是在频率还是力度上，都异于往常。在此情况之下，是否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中国面对美方的一再挑衅，有何应对之策？趁着这次论坛，侠客岛专访了胡波导书，一起来看英国将派舰赴南海被讽凑热闹，海军不及中国一舰队胡波导书。侠客岛，近期南海问题不断升温，中美双方调门也在不断调高。就在这2天，美军还放出消息，称将于下个月派军舰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一带进行所谓的展示武力的军事行动。昨天早上，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讲话也很强硬，说南海诸岛1寸都不能丢。您如何看待近期在南海问题上中美2国行动的升级？胡波，总体来看，中国的表现 so far so good， 显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军事动作上的严谨和克制。但是反观美方，作为一个域外大国，却不断升级在南海的军事行动，甚至叫嚣要武力解决，使形势变得非常不乐观。目前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高于台海。美国当前在台湾的动作更多是战略和外交上的，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在台海爆发与中国的冲突，美国的胜算并不大。而在南海，美国认为中国尚处于将强为强之时，其军事行动的自由度和弹性要大很多。当然，还一个背景是，美国近些年将南海问题上纲上线，强调南海对于美国亚太战略和海上战略的枢纽价值。面对中国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力量，美国感到自身优势正在削弱，战略界精英对此感到极为焦虑，在行动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早已经将印太军事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海。粗略估计，南海的行动几乎已经消耗了美军西太前沿兵力的60%。美军舰机每年闯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多达10余次，
对中国岛礁和海岸地进侦察上千次，在南海演习上百次。近12年，各种战场建设和战争演练更是如火如荼。和美军这些动作相比，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为堪称专业、克制和文明之典范。不过，美国对自己在南海的行动语焉不详，通常泛强调美军二战以来就在南海保持着力量存在，有权利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世界海域自由进入，以至于美国国内大部分人，包括许多专家学者都不太清楚美军近2年在南海的冒险行动，还误以为美军是正义文明之师。与此同时，美国却又在放大镜下对中国在南海的合理军事行动和部署大书特书，不辞辛劳地发布中国岛礁上哪怕是一枪一弹的细微变化。今年8月，特朗普签署了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定期提交针对中国南海行为的报告，这将进一步混淆是非，误导其国内民